大家好，我是香港 Henry，每天给大家分享有用的资讯以及更多的海外开户教程。还没有关注香港 Henry 的，点击左下角关注香港 Henry。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教大家租用美国住宅地址，主要有以下部分：租用美国地址的具体用途，它这个地址的一个具体保障，还有运营商的一个选择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Anytime 的一个地址选择，我会详细的教大家如何选择 Anytime 的一个地址，就是 Anytime 的一个注册 ，Anytime 的一个使用有人不禁要问我租用这个美国地址是要干什么我之前很多期教程呢，一直都告诉大家需要美国的一个地址证明。为什么要用这个地址证明呢？你像很多申请你美国的这个信用卡、美国银行账户，你像海外购物，你像用内地的地址或者是其他地址，不是非美国本土地址的话，你经常海淘容易被砍单，尤其是那些像黑五这些大促销的时候，你必须要用纯净的美国 IP、美国地址、美国电话号码，这全套配齐了你才能购买，要不然没有这个地址是会被砍单的。你像一些商业公司或者一些海外的一些外贸企业，它有可能要接收这个支票，接收美国的国税局的一个信件，比如说是有些人需要第一份这个美国地址证明，他没法获取，就申请 ITIN 这个税号的时候，可以用这个美国地址，然后 ITIN 的这个信件发到美国地址，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址证明。然后有的人不在美国要注册这个美国公司，也是需要这个美国地址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更多用途。今天主要着重讲 Henry 教大家使用这个申请美国信用卡还有银行账户的这个方面的一个需求。有人不禁要问我，你这个租这个地址安全吗？就比如说是我东西怕被那个房东给盗用了，或者我的卡会被盗用，大家觉得请放心，这个可以看看这个网上的一些评价当然，我们租这个美国地址的不是说随便就可以租用，你需要一系列的一个法律程序。这个是在邮局这边还有做一个公证，你的资料还有房东的资料，这个都是有备案的，所以说在这一点大家绝对放心。而且租用美国地址这一项业务，在美国来讲是非常普遍的。你像一些商业活动还有一些私人的一些收取信件，在美国是非常常见的咱们租用地址的过程当中，为了保护我们的个人信息安全还有个人隐私的话，你像 USPS 需要确认这些服务得到一个正式的一个授权，就是我接下来要讲这个1583表格的一个填写，1583表格的一个公证咱们通过填写1583表格的一个公证，然后只能确认房东还有租用人的一个个人信息，在这个美国邮政网站上会有备案的。这个就是一个虚拟信箱的一个简介，这在谷歌上。虚拟邮箱与这个邮政信箱不同，邮政信箱的话，某些快递服务是不给予派送的，他们往往提供这些真实的街道地址和服务，提供的服务包括这个邮件转发、扫描、支票存放还有回收。在美国，这个虚拟邮箱被认定为商业的一个邮件接收机构当然咱们要选择的话，就尽量选择这个私人住宅地址。如果实在选不到的话，选择一个尽量能用的人比较少的这些商业地址。运营商的选择相对来说比较多，你像这个 Anytime 跟那个 iPost 这两个就比较主流。你像还有其他的我就今天主要给大家讲这 Anytime 的一个使用，还有一个地址的一个选择，主要偏向于个人使用。像这个像公司的这些注册比较多相对来说，你要租用一个虚拟的一个办公地址，像一些商业用途，我要开公司的话，我租用一个虚拟的一个办公地址，要比租用一个办公室租金要划算得多，而且可以一个电话还有传真服务这个地址选择的时候，我待会儿要教大家尽量选择这些真实的街道地址街道地址里面也分这个商业地址跟住宅地址，一般呢就最普遍的就是 PO 这个 box， 这就类似于这种信箱一样。你像很多这个银行是不认可这种集中式这种邮箱的，所以说大家尽量选用的这种街道地址。大家申请这个 Anytime 邮箱的时候，记得通过我视频下方的这个邀请链接去申请，因为通过我这个邀请链接开通注册的话，你会得到一个$10的亚马逊礼品卡。你直接上这个官网的话是没有这个$10礼品卡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记着点击这个邀请链接。这个邀请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大家待会儿就看完这个操作之后，点击我下方的这个专属邀请链接，跟着我的这个视频一步一步操作。这个Anytime 的一个地址选择，如何筛选，如何查询，这个就是住宅地址的一个，这就是住宅地址
然后它的一个简称 RDI， 就我待会儿就是教大家辨认这个地址的时候，会有这个 RDI 的这个显示，这就确定是一个住宅地址。一个商业地址，这是一个全拼，这是一个商业地址的英文字母的英文单词，它的一个简称是 CMRA。如果 CMRA 上显示 yes， 它就是一个商业地址。大家查询这个地址是否是商业的那个住宅地址的话，需要通过2个网站。第一个网站是 USPS 的一个查询地址，这个相对来说它查询的话没有那么详细。大家首先的步骤是把你的所选择的地址在这 USPS 上面查询之后，如果没有问题，再选择在这个网站上查询。因为在这个网站上查询的话，它是有免费次数有限制的。你如果查询的多了，它就给你限制次数，需要你再购买。所以说顺序就是先在 USPS 上查找，完了符合规定之后，再在这个网站上查找。住宅地址上面显示的是商业地址，所以说这个在第一个网站上查询是符合的，是一个住宅地址。但是在第二个更详细的信息里面，他查到这个住宅地址一方面显示是商业地址，所以说这个地址严格来讲不是算是太合格。大家如果找过很多地址，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退而求其次，可以选择这个在 USPS 上面显示是非商业地址。我是在说实在找不到的情况下，如果有耐心的话，我建议大家把上面的那些地址全部都试一下，最好在住宅地址上面显示为住宅地址 RDI， 这样是最好的。大家点开之后，这个网站进来，点个 Locations， 选择这么多地址，真正要找到真正合适的住宅地址的话，要在里面一个一个挑。我当时也是一个一个挑的，不过我的运气比较好，挑了30个就找到了比较合适的地址。大家跟我一起找一找，我教大家怎么辨识一下这个地址。我在这挑地址，顺便我教大家怎么验证这个地址是否是一个合格的一个住宅地址。这个地址，大家碰到这个地址，我大概先给大家解释一下美国地址的一个构成。首先第一行有个1453N， 还有 DYSARTRD。这个1453N 这个数字代码再加上这个大写字母 N， 这代表的美国的一个街道，类似于一个编号一样。这个编号就是它的一个街道，这个就是具体的住宅的所坐落的名字，后面或许会跟一个房间号，或者是如果是一个独立屋的话，它就是独立屋；如果是公寓的话，后面还会有一串数字，这个就是房间号。大家这会儿只能看到这个建筑或者是具体位置的这一栋建筑，但是不能看到具体这个房号。它具体信息你需要把这个地址租下来之后，它才会给你分这个具体的一个详细地址。这个的话就是所在的城市，这个就是 AZ 就是州，就是85323，这个就是邮政编码，跟咱们中国是相反的。中国是国家、省市、地区才是街道地址，美国正好相反，最开始街道是城市，州才是这个邮政编码，邮政编码也是5位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概的一个美元价格，9.9美金每年。最开始那会儿比较便宜，6块钱每月都可以租到比较便宜的，现在基本上起步都是9块9刀的。我建议大家租赁的话，最好租赁1年起，因为你租赁几个月的话，我觉得反倒不划算。因为在美国要租用这个商业地址的话，你租用完之后，你必须要做一个1583表格公证，这个表格公证会在 UPS 官方会备案的，就比如说你跟房东一起签的这个租赁合同，他们那边备案，比如说是有些违法操作这个是会跟踪备案的。但是你做了2个月，他把这个地址选完之后，填了1583表格，有的人公证的比较慢你公证你需要准备材料，需要2-3天，公证审批又得个2到5个工作日，他审批不过再打回来又得2到5个工作日你要找公证的话，这个也得2-3个工作日，然后算下来，你光公证这个手续差不多就得花半个月左右时间。你想想，你如果租了1个月的地址，你刚把这个地址租赁完之后，已经到期了，然后你又得续租。你续租这个地址要还能用还好，你如果用不了，你又得重新再选地址，把那一条手续再走一遍，先核验一下这个地址，再做一个公证再使用。因为这个程序相对来说，你要放长线钓大鱼嘛，咱们毕竟要积累美国信用分，这只是第一步，这个地址是你起步的第一步，有这个地址才能慢慢继续下去，1卡、2卡、3卡、4卡信用卡，
再用美国的这些做一个美国的一个原居民去享受它的这种福利。所以说最少是1年起步，而且你租的时间长，它还有折扣价；你租的短，它价格相对来说比较贵一点。就从第一个开始吧，选择它这个地址。回到我刚才给大家发的这个查询地址，大家打开一下，这个是 USPS， 它这个美国邮政官方的一个查询网站。大家接到 Street Address 就把这个填上去 ，City 就城市，州是 AC 邮政编码，填上这个具体的街道地址上，城市跟这个邮编还有这个州啊，大家可以看，主要看一下这个商业地址的这个结束信件，在这上面发现它是 No， 这显示 N， 也就是代表它不是一个商业地址。第一步把这个验证完了，咱们需要再验证第二步，在第二个网站上同样去找一找。第二个网站查询的这个信息就比第一个网站差的多一点。输入这个街道地址、这个城市、这个州、邮政编码，查询它的一个商业用途。它这个地址出来之后会显示在地图上的一个具体位置，大概地图上也可以看一个大概略缩了。它这个商业地址上面显示非商业地址，但是在这个住宅地址上面就显示非住宅地址。要在这显示这个 residential， 这才是那个住宅地址。这个 commercial 这个是商业的，所以这个地址也是不行的。只是第一步在邮政官网上查验它是非商业地址，但是最后在这个第二个更详细的这个网站查阅这个住宅地址不是的，所以说要继续再寻找。咱刚才只是了第一个，再查询第二个。你这要找地址的话，一定要耐心，因为这个东西你记不来。这么多地址，其实住宅地址是相当少的，你要一个一个查询。为什么首先在这个邮政编码这边查完之后再在这边查呢？因为第二个它这个网站查询次数是有限的你如果每一个都是这个第二个这个网站的话，你查的多了，它这个网站就是把你的免费使用次数用过了，它会让你付费才能查阅。所以说我建议大家首先是花点耐心，在这个上面美国邮政官网上在这上面先查一下，这边查第一个这个商业地址没问题，不是商业地址再去第二个网站去查，要不然浪费了这个机会的话，回头那个就收费了。亚利桑那州运气好的话可能一会儿就找到了，如果运气不好的话你得找好长时间，没办法就这么折腾的。Climate 的商业地址也不是的，你可以在这上面再查询。你看在这个商业地址上面显示否，这个在住宅地址上面显示又是商业地址，所以这个地址又不行。再找一个，这还是商业地址，不行。反正我当时也找了很长时间，慢慢找嘛，有的是时间。8016，还是这个在那个商业地址上显示还是商业地址。第一步这个显示是商业地址，所以第二步这个又是这个商业地址。你不用看了，分析原资料在这上面显示，看到没有？商业，就大概它地址寻找的就是这个步骤，这么多地址一个一个去试吧。而且抓紧时间，你赶紧抢住，因为这么多地址，我感觉比我上次看那会儿地址要少一些。我感觉好像是很多好地址，这些住宅地址我感觉都不够抢住的。你如果申请晚的话，你就寻找的难度会越来越大。要是建议大家看完视频就立马行动起来，不要等。你越等的话，机会就是别人的。你先，哪怕你其他的还没有看懂，你先把这个抢住了，抢住完之后不会被别人抢占，你之后再慢慢来嘛。就比如说这个地址你选择之后，回头伺候大家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个会显示这个地址，还有这个支付的这个费用的一个详细，给大家翻译一下。看没？青铜的话，咱们作为这个美国原居民，咱们就只有一个接收美国信用卡还有这个银行卡这些信息的话，基本上这个9.9美元这个其实就够了，一年是109.9，相对来说一年还是比较划算的。看看它的这个完整细节都包含什么9.99美元一月，109.9美元一年。我选的是按年套餐，收到邮件它是30个邮件每月，超过的话每个额外再收0.35美元。开启和扫描，它这个是可以给你无限扫描的，但是它都会收费的，5美元一月，超额了就会再给你收一页0.5美元。转发包扎是5美元，存票支票这个地址是不可以用的回收是无限的，粉碎它也是收费的，它就每一个收费的细节都是会在上面展示的刚才忘了给大家说，你租地址这上面会显示他邮件的房东的话，他会给你做哪些事情。
这个是不支持这个支票存款的。你像转发、开启、扫描、回收、分碎、本地取货，这个都是可以的。你再看看下一个，你这个也是不支持这个支票存款的。它的功能越全越好。你像这个，它都标记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都已经注册了，你看都不用看，因为它指定已经变成这个商业地址了。你看它这还接收这联邦快递跟 UPS、DHL 它这些转运服务。你看这个价格还比较高，14.99每个月。这我跟大家查一下这个地址，因为有些原本好好的是私人地址，你有些人抢注多了，然后它就会变成这个商业地址。看这一显示，一看就是商业地址。看这个私人住宅这边也是商业，所以说替大家提前避坑了。怎么说呢？像这些点红心 top， 就是很火的这种。你想它为什么能会有这个标志？是因为用的人比较多，可能给它好评了，把它置顶。所以说大家碰到这种地址的话，可以直接略过。这个肯定是商业地址，就找相对来说比较偏的一些地方，你试试，或许会有机会。我反正建议还是一个一个试吧，因为试错成本还是挺高的，一个一个试，多点耐心。把这个看一下，大概套餐啊，都大同小异，都是这个价，就是这个市场价啊。帮大家选择一下，你看这个选择109.9，它会有一个代号，你自己选择一个你自己喜欢的这个代号，选好之后，把你的名字什么的打上去，下一步注册你的资料。大家要注册完之后绑定好之后，这个界面就是这样的，可以选择语言，这个设置里面可以把本土化点开，它选择这个中文、简体或者繁体中文都是可以的，各种语言。描述文件大概就是你的个人信息了，跟你的名字啊、手机号什么的都可以添加在这个描述文件里面，用这个本地号码或者美国号码都可以啊。这个是你的邮箱地址，这是一些明细，大概你这个收费的一个标准是什么样的啊？邮件我有一封邮件已经到了，打算等它一起到的时候，我把那个一起打包回来，因为这个运费还是挺贵的。转运回来的这个地址，转发地址添加一下啊。大家把那个地址选择完毕之后，选择你一个你比较喜欢的一个邮箱的一个号码，这在上面会显示，填写你的名字，你的张三，这边是写三，这边是张，这就是一个地址大概的一个信息。啊，点击下一步啊。大家把地址选择完毕之后的话，就会选择确定啊，订购你的这个地址啊。把这个信息填完之后，就会进入到这一步。我把这个已经帮大家翻译了，它就是需要美国邮政服务 USPS 的一个1583表格的一个下载。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就它这上面显示的是可接受的一个照片形式啊。你像咱内地的话，像咱中国或者其他地区的话，没有美国的啊，有3个证件，就是你的护照、你的身份证件、你的驾照这3个啊。有一点大家在最后一遍就在这上面有，它这个提示是你有美国社会保障号码吗？这边选择否，继续。在第2步上面，大家一定要注意，你选择你所在的国家地区，就拿咱中国内地来讲，你选择你的中国，填写你的这个地址，你中国国内地址大家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最终要用的那个证件，就比如说你要用驾驶证或者用身份证，你这上面写这个地址必须跟你身份证上的地址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你在下一步要公证的时候，还要提交的时候，都是要用相同的这个地址的。建议大家在淘宝上找一个英文地址证明的一个翻译，把你的中文地址翻译成英文，1:1的全部 copy 过来。最后一步，你的信用卡支付这个租金，填写这个号码、安全号，然后把这些信息填写完毕之后，支付完之后，你的 Anytime 这个邮箱就已经作用完毕了。下来就是这个1583表格公证，这是一个1583表格的一个范本，大家关注一下。还没有关注 Henry 的，点击关注 Henry。下一期我会专门来讲一下1583表格的一个填写，因为上面这个信息的话，有可能有些人填写的不是很规范，有些信息没有填到。这个1583表格把你所有信息都得填写了才可以啊。大家关注一下 Henry，下一期会专门做一个1583表格的一个填写。这是美国邮政署的一个规定啊，要提供这个信件转运的时候，必须要有这个1583表格公证。像海淘转运这个地址是不能接受这个信件，只能接受包裹，所以你像这个转运仓的话是不需要1583表格公证的。你像这些信件，还有这些信函的这些牵扯到个人隐私的这些文件，是需要1583表格公证的。1583表格公证说白了就是要追踪你的
使用痕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遵纪守法，不能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这个是可以追溯的。1583表格公证的话，一般有几种方式。第一种的话，就是在这个网站上做公证，花钱比较多，200、200、300这个美金。第二种的话，就是在线视频公证大家关注一下汉瑞我回头会再做一期专门做这个在线视频公证的这个教程，大家可以跟着我做起来。要准备的这个证件就是护照、身份证原件加翻译件。这个原件跟翻译件的话，需要你在淘宝做这个公证，因为它认的是你公证的这个章子，因为你自己翻译的话，它可能不认你。还有的用护照跟驾照的这个翻译件，我的建议是这3样都准备上，护照加身份证加驾照翻译件，这样的话比较节省时间，因为你3个都准备着，你有些碰见一些奇葩的房东的话，他不认这个咱内地的这个身份证，他翻译件他也不认，所以说这样的来来去去要折腾大概半个月时间，你想想我租1个月地址就得$10了，70-80了，我折腾1个月，浪费我时间。所以说我建议大家把3个证件都准备着，上传的时候3个一起上传，这样节省了很多时间。等你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材料准备完，1583表格公证完之后，最后上传这个 Anytime 之后，你这个邮箱算是开好了。你填写你的申请银行账户的时候，填写这个租用这个地址，你就能收到这个信件。这是我在使用的一个信箱，这个上面目前显示我有一个信件已经到达这个邮箱了。到达这里以后，大家选择这个你的信件，选择执行有这么多操作。你比如说扫描你这个信件，你不需要寄回来，你只需要知道内容的话，让他帮你扫描一下，或者帮你转发转寄在这个执行里面，或者取件丢弃或者销毁。丢弃的话就直接扔掉，销毁的就帮你把这个粉碎了这就是我的一个信件。大家把这个信件收完之后是要转发回内地的，就比如说你要转发的这个地区地址，把这个填写一下。最后大家不要忘了用我的邀请链接去开通注册。具体信件转运回国，我也会单独出一期教程，大家关注一下香港汉瑞。